大家好，我是道义文斌。今天我们不谈案例，因为呢，这两天就是有个事情啊，有点触动了我。就是说我是新做 YouTube 的，然后呢，第一次有那个网友呢向我提问啊，就是我很有感触。他第一个问题问我什么是桂枝汤。当然了，很多不懂中医的人问这个问题也正常，但是这个从侧面也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我们中医的这个经方啊，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差，这个是太可惜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目前的经方的话，只在日本在坚守，大陆呢，它属于一个比较偏的东西，比较偏门的东西，不是主流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偏偏呢，我们中国人会移民，所以很多中国的医生呢，就会到世界各地去开业。在开业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在传播大陆的中医思想。目前大陆的中医思想，而恰恰有点可悲的是什么呢？目前中国大陆的中医思想基本上是个伪中医，它跟经方不能比。经方是远古的中医，是原汁原味的中医，所以说这个真是太可惜了。那我现在迅速的介绍一下经方是什么。经方实际上是汉代的那个张仲景写的有一本叫《伤寒论》里面的方子，当然也包括《金匮要律》，这两本书本来就是过去就是一本。然后再往前推的话，是商朝有个官员兼厨师伊尹，他编的一本叫《汤液经》。如果再往前推的话，商朝以前那可能是那个夏朝一类的，那就是远了，也有可能是它的范畴离开中国大陆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方呢，我一直认为啊，这个是上个人类文明的产物啊。所以经方有很多非常神奇的疗效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就是呢，我通过研究易经，研究人的八字，研究中医，然后因为我最早的专业是中医，然后后来研究以后呢，我把它结合起来，我发现啊，他们其实是有同样的基础理论的。什么叫一个人的命运？从健康方面来说，从身体方面来说，人的命运就是人的基因的序列，就是现代科学所说的那个 DNA 染色体的序列。我们的经方其实是按照人的经方序列来开具的方子。你说这个有点神奇吧？所以经方这个药，你在喝的时候啊，那个和易经也有那个关系的，和人的八字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有很大的关系。他们呢，就是要互相配合的，不是说中药就是万能的。任何药，中药西药都不是万能的，他们只是对生活方式的调节补充。在命运改不了的情况下，喝经方是目前世界上来说是最好的保健品。经方也不是万能的，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。中药它的真实的作用是什么？中药就像什么？就像打仗的时候啊，就是的援兵。这个援兵是来干什么的？就是帮助你抵御疾病。但是如果你想真的获得这个健康，获得战胜疾病，那你必须
要等待你的主力部队的归来。那的主力是什么？主力是你的抵抗力，主力是你的生活方式，主力是你还有与生俱来天生的程序或者是命运。好，我现在来简单的举例一下，就是说经方和西方的保健品有什么区别，和欧美国家的保健品有什么区别。曾经有我同学呢给我从美国带来保健品给我喝，然后呢也有澳洲的同学呢在那边行医开诊所，但是他在澳洲，他在推广一个澳洲当地的保健品，它也是号称自然疗法，也是植物药，但是他们即使是植物药，跟中药最大的区别是，就是用拳击赛来做个比喻，他们是就是打群架一样的，乱打的，拳打脚踢，乱打一气。经方的打法是什么？它有套路。比如说，我3味药一个方子，那等于是什么？比如说上了一个直拳，来个侧拳，来个右勾拳，好，一个拳就是一个药，这3个药是连续打出去的，有可能在这种套路下，对手很难防御。所以，专业拳击手跟路街上打架的人，他的水平完全是两样的。好，我就用这个比例来说明，目前经方这个保健品跟西方的保健品，同样的自然疗法，它们的区别。我把经方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健品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经方跟大陆的中医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目前主流的中医，它有什么区别？简单的说吧，经方它是神的中医，大陆的中医目前是人的中医，因为经方的方子是上个文明的人所做的。哎呀，今天电不多了，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